大家好，我是 Manso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人们就失去不少社交互动的机会，元宇宙也因此一跃成为未来网络世界的重点项目。今年的10月份 ，Facebook 也正式改名 Meta， 开始进入元宇宙的时代。除了 Facebook， 另外 Google、微软、腾讯、字节跳动等大公司及不少游戏公司也正积极抢进元宇宙世界。其中，微软执行长8月宣布，将推出企业元宇宙的解决方案，透过旗下的智能型眼镜、公用云端服务平台，将数字与现实世界融为一体。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也在9月投入50亿人民币收购中国大陆 VR 开发业者 Pico， 开始搭上元宇宙热潮。大家有没有想过元宇宙的由来？为什么最近潮流会兴起元宇宙这个概念呢？元宇宙到底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而在最后也来说说元宇宙带给我们的危机。那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欢迎大家抽空订阅我的频道。元宇宙的定义和来源。元宇宙在大致意义上指的是共享、沉浸式的数字环境，让大家可以穿梭其中，可能是透过虚拟现实眼镜、扩张实境眼镜、手机、个人计算机和电子游戏机进入人造的虚拟世界。而元宇宙说起来就是一个持久化和去中心化的在线三维虚拟环境。而在今年的10月份 ，Facebook 也正式改名 Meta， 开始进入元宇宙的时代。至于 Metaverse， 元宇宙这个词来源于米史蒂文森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作者在本书中将 Metaverse 描绘成一个虚拟的城市环境，玩家用户可以通过高质量的个人虚拟现实眼镜或通过高质量的公共虚拟现实眼镜进入，并与彼此进行交互联系。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元宇宙就是一个虚拟的生活，拥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体验，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任何体验或活动，或者解决他们几乎所有的需求。元宇宙和虚拟货币的结合。元宇宙近期的发展非常迅速，我们不得不承认，低估元宇宙了。自从元宇宙出来之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应用场景彻底落到了实处。过去虚拟货币投资甚至可以说是赌博性质太重了，太违反生活常识。但在元宇宙的世界里面，虚拟币就变成真正的王者。如果元宇宙真的起来了，主要虚拟币的未来价值将会不断上升，价值岂止乘以10倍。但我们没有想到，元宇宙还在逻辑概念的时候，虚拟金融就可以开始模仿现实世界的交易了。只要一个概念而已。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元宇宙点石成金，也不差神半点。元宇宙试图复制现实世界，甚至扩大到更大的多，因为这是虚拟空间，在很多创造上面并不受物理限制，里面资源可以说是无限的。而这正正和现实的情况相反，现实中的资源是有限的。可以说元宇宙的成长就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累积着经济泡沫。元宇宙里的财富差距。在元宇宙里面，穷人不一定是现实世界的穷人，有可能老牌富豪对这个虚拟世界不感兴趣，但是元宇宙里面的富人一定是现实世界中的富人。不信我们可以看看1枚比特币的价格，西方世界公民大多数也只能买散装比特币。元宇宙的贫富差异一定比现实世界糟糕和残酷多了。比特币的财富聚集程度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和序幕，并且虚拟世界里面可没有大政府来维持和协调这种贫富分化。大多数试图在元宇宙里面翻身逆袭的底层人就不要妄想了，不如先试想一下过去1枚比特币，有钱人和敏锐的人以及机构从一开始就可以抢先在这个世界占据有利的位置，扩大虚拟世界的贫富差距。元宇宙的残酷面。元宇宙出现和成长不可能颠覆现实世界的秩序，相反，它比现实世界更残酷、更极端，是现实秩序的延伸和高度内卷化表现。资本，尤其是高度投机性的资本，找到了最好的载体。元宇宙如此精彩，如此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并且天量资本在不断涌入这个领域，与此相关的各种技术应用将会被激活、被更新、被嵌入元宇宙里面，使得这个新世界运行顺利，不断优化。虽然免不了很多泡沫，但是最终这个世界很大概率会在资本的推动下形成。毕竟
没有别的产业能够像元宇宙链条那样庞大、高回报，那么亲近资本了。从近期兴起的虚拟炒房就可见一点端倪，再没有比这里更适合资本无限制、轻松增值的领域了。这是资本的最爱，资本一定会在这里取得全面胜利。元宇宙的危机，过去一代人的时间中，电脑互联网一段发展到现在，终于要无限逼近科幻小说所预言的某个阶段了。这是信息技术繁荣发展的必然产物。即使如此，从大历史来看，元宇宙很大可能属于技术进化路线上的僵局。元宇宙自身并不改善人们的现实处境和现实生产力，它某种意义上是延续了人们对于网络的依赖和对自身现实处境的回避，是人们想象中的避难所。人们的真实世界的困境依然存在，例如环境问题、气候变化、人们肉体遭受的疾病、资源浩劫等等。就像刘慈欣多次在讲话和小说中所表达的那样，元宇宙那样的技术将会导致人类文明向更高的层级发展。滋水东流曾经发文提出一种很边缘的观点，他认为人类技术陷入了大停滞。2011年也有个美国人写了本书叫《低垂的果实》，有类似观点。不过滋水东流的论证比他更深刻和丰富。他认为很多关键的技术，尤其是原理，已经几十年没有进步了。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原地不动，最后一定会制约真正划时代的革新技术，断送下一次技术革命。我曾经和很多偏实业技术的理工科从业人员聊过，他们对于滋水的看法比较有共鸣。滋水和刘慈欣都认为信息技术的一枝独秀掩盖了更大程度的技术停滞。人类现实社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实打实的工业和科技的突破式革命。虚拟元宇宙走向了反面，信息技术从提高生产力、改变人们的生活变成了人们的心神。大部分人失去了对于技术的主宰，反而成为了这个心神的俘虏，技术反客为主了。所以有个美国科技新贵责备元宇宙是个伪神，可谓一针见血。这个伪造的神灵将会困住人类迈向高层次文明的脚步，滞留于虚拟家园，这是进化树上的终结。元宇宙的宗教的天堂，其实说不定以后真的会有元宇宙宗教被创造出来。这个虚拟世界本身就充满了宗教意味，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像身处在圣经所说的天堂中，我们在现实难以实现的愿望都能在这里被一一实现。虽然这个世界是虚拟的，更像是神做的一个梦，梦醒的时候世界就消失了，但是我们在梦里的时候，可以在元宇宙里和其他人互动、工作、建立家庭等等。这是现实世界的延伸，也让人类可以逃离现实世界，和大家在玩游戏时候一样，进入这个世界就成为了游戏中的主角。元宇宙的真正威胁，第一点，在现实危机足够大的时候，元宇宙就会脆弱的像个泡沫。哪些危机？譬如气候变化，譬如世界大的冲突，土耳其在欧洲开了个大战，或者台海危机全面爆发等等，就看元宇宙构建的快还是现实危机来得快一点。第二点，来自政府方面的监管，是否在元宇宙里面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违反法律呢？元宇宙是否是法律灰色地带呢？以现今多国为例，例如在中国境内，区块链虚拟货币是被政府严格监管，拒绝炒卖或者挖矿的行为。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会让资金从中国流出，当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变成经济泡沫，严重威胁现实社会的经济结构。另外，在去中心化的性质下，元宇宙不会被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组织监管和控制，这或许会被利用成罪恶的温床，不断有灰色的资金进入，非法赌博、洗黑钱或者逃税的行为发生。当元宇宙概念不断发展成熟的时候，是否会有政府机构等介入呢？最后甚至禁止元宇宙的发展，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地方。在今天，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做的是静心去观察和留意元宇宙的发展，并不是要一味的拒绝这些新概念，毕竟每一样科技的发展都是有好的和坏的影响。希望我们能懂得如何善用新科技，让它们能便利我们的生活，让社交变得更加容易。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或者所说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定期在 YouTube 和大家分享自己关于财富思维、自我成长等知识，大家的支持
对我来说就是前进的动力。谢谢。好不好不再重要，过去已过去，谁能够计较所有问号？既然没答案，不如把它变成最美的句号。从前的伤痕已经不会再疼，那是我的回忆里永远亮着的灯。我以为我们看见了永恒，原来只是过程。你没有责任，就把它当成写坏了的剧